好听，纯粹的好听，毫无争议的好听。这是什么呢？这就是来自德国拜亚的 DT270 Pro。在我以为拜亚只会做蓝牙产品的时候，就是咱们上个月刚说过嘛，阿米罗系列、阿凡图系列、入耳式真无线、开放式真无线、清一色的全部都是蓝牙产品。大家看到我这里有一个杯子，这个杯子是拜亚动力成立98周年的一个纪念品，上面是1924年到2022年，写的是拜亚成立98周年纪念。我一直用到现在，从2022年到如今。不知道的还以为我去哪开大会了呢。而2022年到如今又过去了3年，等于说拜亚到今年是101周年。我是真的希望这么一个100年品牌能够推出一些重磅产品，不是说价格就一定要多高。当然了 ，T1 有4代更好，对吧？或者说出个 T10、T100 之类的型号，那更好，对吧？但是如果说能出一些在音质上面有新意，并且具有性价比的产品，那我认为这也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没想到还真的给拜亚鼓捣出来了，这就是拜亚的 DT270 Pro。 这款耳机最近在各个社群或者说小红书还是贴吧都引发了非常广泛的讨论啊。我观察下来的一个结果是90%的好评率都是往低了说了。今天咱们就来好好的吹一吹，不对，应该是好好的聊一下这款 DT270 Pro。 咱们包装这一块先简单的介绍一下。首先就是 DT270 Pro 是一款封闭式的耳机，然后主抗的话是45欧，45欧这个数值也就意味着 DT270 Pro 对于前端的要求就不是那么的高了，我们连接手机啊，或者说电脑啊、游戏机啊都是可以的。除此以外，有一点就是 DT270 Pro 的产地和拜亚其他的产品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知道拜亚这个品牌它有一个优良的传统啊，就是除了蓝牙产品以外，其他价格过千的耳机，比如说像 DT770、DT700 Pro X， 或者说 DT880、DT990 等等，这些耳机全部都是德国工厂原产的。不过 DT270 Pro 是咱们中国生产的了。好，聊完产地，接下来咱们来讲一下这款耳机。这款 DT270 Pro 今天咱们没有开箱环节，因为我对于这款耳机是抱有厚望的，所以说在拿到手的当天我就直接把它拆了试听了，所以今天咱们就没有开箱环节了。配件也不是很多啊，不过都很实用。它的配件是哪些呢？一个耳机带，这个耳机带可以用来收纳我们的耳机，一根连接线。这根连接线大家可以看到，它是这种弹簧状的，这种线我们一般俗称叫做电话线，它是方便我们在工作室或者说录音室里面使用，就是人可以距离器材有一定的距离，而不会被线材所束缚到，它很方便，因为它可以延长嘛。大家可以看到，这种线材一般都是录音室里面的设备它才会使用到的，这也就说明了这款耳机它是有一定的监听属性的。这也是为什么后缀用了 Pro， 也就是 Professional 的一个原因了。此外还有一根 USB-C 的转接线，这个转接线咱们连接手机或者说电脑都是可以的。最后还有一个 3.5 转 6.35 的转接头，方便我们连接调音台、电钢琴或者说耳放之类的设备。配件的话大致就是这样的。咱们回到耳机本身，为什么我会对一款899的耳机抱有如此的期待呢？最大的一个原因是这个包就是我日常上班的时候背的，里面有一个边六式的这个收纳箱，放我的一些耳塞什么的，然后一个平板，对吧？这个都是日常通勤的了。然后头戴耳机方面，我平时只戴这一个，没错，这就是 DT270 Pro 的前身 DT240 Pro。 这款耳机其实挺冷门的，但是我自己还挺喜欢这个耳机的，因为我的包里面如果放这种全尺寸而且不可折叠的耳机的话是放不进去的，所以这种能翻转的设计对于我来说是刚需。那为什么需要这么一款耳机呢？因为虽然我的耳朵是堪称铁耳一般的存在，基本上什么耳机都戴得住了，但是偶尔还是想换换风格，就是耳塞听久了总会想着说，哦，要不听听音箱，听听头戴，对吧？我认为这个是非常正常的，就是偶尔换换口味，变变风格，体验一下不同的器材。但是当我在选择这种可折叠的有线式耳机的时候，遇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市面上这种产品非常的少见，所以我寻觅了市面上一众产品之后，最终才选择了这个。虽然价格不高啊，但是听感还可以。说到这里，可能有朋友要想了，那干嘛不直接弄个蓝牙头戴呢？能降噪，而且还是无线连接，这不比这种有线头戴式耳机香吗？这一点的话，可能跟我个人的一个使用习惯有关。对我而言啊，有线无线其实区别不大，因为我的耳塞全部都是有线的嘛。此外就是音质方面的一个关系了。其实我自己是有索尼的 XM4， 然后 Basis 也有，但是我使用概率其实不多的。因为市面上的蓝牙头戴式耳机，在我听来啊，声音方面都多多少少有一些涂抹感吧。
就是听着不够的鲜明。另外就是动态起伏方面，距离我所需要的那个感觉还差了那么一口气。反而这种有线头戴式耳机，我认为更贴合我自己的一个需求。其实市面上这种小尺寸的耳机真的是太少了，像老早之前的话，可能还有 COS-PP、K420、PX100之类的产品，对吧？但是后面因为蓝牙的浪潮起来了嘛，所以大家都纷纷的去做蓝牙头戴式耳机了。有线便携头戴这个市场啊，几乎快被这些品牌给遗忘了。没有办法，市场就是往无线化、便捷化这个方向去走的，所以这种小尺寸的有线便携耳机不受品牌方的重视，也是情有可原的。但是我依然认为便携头戴不应该只有蓝牙这一种形式，有线便携头戴依然有它的价值所在。所以在将市面上小尺寸的有线头戴式耳机看了一遍之后，最后才选择了这款 DT240。正是因为我非常喜欢240 Pro 这款耳机，哪怕价格不高，只要几百块钱，但是我认为喜欢一个东西与价格无关，所以我对于240 Pro 的这个升级款，也就是 DT270 Pro 才抱有如此高的一个期待值。好，感谢大家听我唠叨了这么久个人的这个选择经验啊。接下来咱们就回归正题，也就是 DT270 Pro 这款耳机相对于 DT240 来说有升级的地方， DT240 身上的一些优点也被保留了下来。首先第一个就是双边入线的设计，这款耳机有一点非常好，那就是我们无论插左边或者说插右边都是没有问题的，都是可以出声音的。我们只需要关注耳机头梁的 L 和 R 就可以了，线材是不需要的。第二个被保留下来的优点就是出色的佩戴感。这款耳机的耳罩直径大概是80毫米左右的一个直径，然后厚度的话大概是20毫米。这一次耳罩的高度啊比之前要高，所以说咱们的耳朵容纳在耳机的这个内部空间里面是没有太大的问题的。大家可以清楚的看到这个对比，区别还是不小的。所以从我的角度来说，我更愿意将 DT270 Pro 定义为一款包耳式的小型头戴式耳机，而不是压耳式的。这个尺寸大家可以看到，包住耳朵是问题不大的。当然了，如果说您的耳朵偏大一点，对吧？那可能还是要适当注意一些。但是这款耳机的重量只有194克，比如这里有一个同门大哥，也就是 DT900 Pro X。这款耳机别看它耳罩面积更大啊，但是佩戴感其实是没有 DT270 Pro 这么舒服的。原因之一就是重量。这种丝绒的耳罩材料，除了给我们带来更加舒适的佩戴以外，还有一点那就是耐用性了。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这个是用时间来印证的。大家可以看到，像这一款 DT900 Pro X， 这是我们店铺在2021年采样的，到现在为止已经有4年时间了。这4年时间当中，少说也有2000人试听过这副耳机，但是这个耳罩依然保持完整，没有传统耳机掉皮的那个毛病，而是依旧保持了柔软度以及舒适的佩戴感。而反观之前的这个 DT240 Pro 啊，这个耳罩我已经换过2次了，因为这种材料啊很容易烂的。说到这里，大家可能会想起来某一个品牌啊，某一个品牌的耳罩真的是出了名的不耐用。这里我不说，大家也知道是谁，对吧？而这次拜亚在 DT270 Pro 这么一款不到1000元的头戴式耳机上面用上了这种规格的耳罩，我认为这个是非常有诚意的一个做法。这可以保证我们用家可以使用这款耳机3年、4年，甚至于更长的一个时间，而不用担心耳罩的损坏。其实我相信大家买一个新耳机，都希望一个耳机拿到手之后能够用尽可能长的时间。然后对比240来说，还有一个升级点，也是顺应了时代的一个变化。因为240上市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大家的手机或者说 Pad 都还有 3.5 的耳机口，但是如今对吧，苹果 iPad 都把 3.5 口给它取消了，手机嘛就不说了， 3.5 口已经彻底沦为了历史了。所以这个时候拜亚顺应潮流，配送了一个 USB-C 到 3.5 的一根转接线。当然了，我们叫做小尾巴也可以，因为这个转接线插上手机之后是可以显示它的型号的 DT270， 这可以保证我们用家在买到手之后就可以立即使用，而不需要再去买小尾巴啊什么的了，这可以节约我们的一个使用成本。并且这个小尾巴声音不错，不会拖累耳机的后腿。但是我实际试听当中也发现，如果说你有更好的尾巴，比如说1000元左右的，或者说你有一台差不多的台式设备，1-2千块钱的都可以，那这个时候音质还是要比这个转接线要来得更强的。我也强烈推荐手头有这些设备的朋友啊，您一定要试一下，说不定会有惊喜。这款耳机的上线用这个小尾巴，我认为还是有一点发挥的不充分的。那么这款耳机在使用上面有没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地方呢？我认为有一点还是要注意的，那就是头梁了。我之前这个240 Pro 头梁我也包了一下，就是时间长了的话，这个头梁的状态可能就不是特别好了。这个头梁保护套大家淘宝上面买就可以了，20多块钱，价格不高的。我这个 DT900 Pro X 也包了一下，虽然包起来不太好看，但是可以延长我们的一个使用寿命，对吧？前面咱们说了，针对 DT240 升级的一些点，比如说耳罩配件，
那么 DT270有没有保留 DT240身上的一些遗憾点呢？答案自然也是有的，那就是由于双边都可以入线的一个设计，这也就意味着，如果我们要将这款耳机更换 4.4 平衡连接线的话，这在技术方面还有成本方面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原因就是左右的 3.5 入口是互通的，所以我们手头现成的双 3.5 4.4 平衡连接线是不可以用在这款耳机上面的。除了定义以外，这个母座的深度以及直径也会对我们的线材构成一定的制约。所以这款耳机如果说您要上 4.4 平衡的话，不是不可能，但是您需要改动耳机内部的线路，而且对于线材也有一定的要求。一是注意定义，二是注意这个直径，不要插头插不进去就可以了。但是我认为这一点可能不是特别的必要啊，因为这款耳机的主抗只有45欧，并不是一个很难驱动的设备。此外就是咱们也要考虑到售价，对吧？899的耳机，如果说您花个400-500块钱去订一根线，而且还要拆机改动内部的线路，那这个成本我认为就有点高昂了，有点得不偿失了。当然了，这个丰俭由人，还是要看您自己怎么去选择的。从我自己的角度来说啊，这个原装线配合一个恰当的尾巴，效果方面我已经非常满意了。好，聊完以上，接下来咱们就说一下大家最关心的音质部分。首先我们看到 DT270 Pro 的这个 Pro 字样，大概就能明白 DT270 这款耳机在拜雅产品体系当中的一个定位了，那就是 Professional 专业监听系列。拜雅官方对于这款耳机就是可以移动使用的后期混音或者说制作用监听耳机。实际听下来也确实如此 ，DT270 的声音信息量和3名数字在千元价位是不管遇到任何品牌都不虚的存在，而在听感方面更是走出了与拜雅其他产品所不同的道路。最重要的2点，我认为就是声音的温暖性还有动态了。就是拜雅之前的耳机给人的印象是什么？想必都是冷静、严肃、直白、分毫必现。整体音色是中性偏冷的基调，那这些的代表作有哪些呢？比如说像880、990、DT700 Pro X、1990、1770，还有 T53代，哇，这跟报菜名一样。不过以上说的这些型号，大体上面的一个风格就是我前面说的中性偏冷，反而像这一款 DT900 Pro X 这一款的话，相对来说是中性的，而 DT270 Pro 的话，我认为更多的是中性偏暖了。这可能跟定位有关，因为确实是拜雅目前定位最低的一个头戴式耳机了。但是拜雅可能没有想到，咱们耗的就是这一口。因为之前那些分析力高的耳机不是说不好，而是说咱们听久了可能会有一点点累的，因为信息量实在是太丰富了。当然了，这一点并不是说无法解决，我们通过后期耳放的搭配、解码器的组合，还是能够将中性偏冷的色调给它调整一下的。但是总归是有一个调整的过程，而 DT270 Pro 不一样，这款耳机我们不需要调整就可以获得一个饱满、醇厚、自然，而且天然就具备一定暖色调的声音风格，哪怕是用这个小尾巴也是可以的，并且在这个色调的基础之上，声音的动态做得非常出色。如果说 DT900 Pro X 这种耳机是在分析音乐的话，那么 DT270 Pro 就是在表达音乐。所以如果我们纯粹从音乐欣赏的角度来说，只考虑音乐代入感或者说声音氛围感的话，那么 DT270 Pro 可能是目前在售的拜雅耳机当中具备了最多音乐情感的。DT270 Pro 是一款有情感的耳机，也是一款有温度的耳机。这里的温度不光光是说的音乐的温度啊，更是耳机本身的温度。因为最近天气转凉了嘛，这种耳机的用武之地还是蛮多的。而在生产方面 ，DT270 Pro 的生产构件是让我有些意外的，因为封闭式的耳机大家也见过不少嘛。封闭式耳机的生产不管再怎么做啊，只能做到近似于开放式耳机的生产，不可能达到开放式耳机的那个生产水平的。那这一点我认为纯属正常，因为物理结构不同嘛。比如说拜雅自家封闭式的旗舰，也就是 T53代，虽然生产表现没有同价位的开放式耳机那么的大，但是生产表现并不显得局促或者说拘谨，而是维持住了一个通透的底子，听起来并不会给人一种发闷的感受。那 T53代毕竟是5000多块钱的一个售价，做到这一点，那大家觉得理所应当，对吧？而DT270 Pro 899居然也做到了这一点。简单来说就是 DT270 Pro 虽然是一个封闭式耳机，但是听着没有什么局促感。这里套用贴吧老哥常说的一句话，那就是厕所声场。这里其实就是形容这个声场小嘛，就比较狭窄，听着有一点点局促感，声音缺少一些自然的扩散度。而 DT270 Pro 没有这个问题，虽然只需要899，但是我可以负责任的说 ，DT270 Pro 绝对没有出现厕所听歌的这个问题。那说了这么多好的，有没有什么缺点呢？这里我可以大胆的说一句，没有缺点。在899这个真香价格面前，什么缺点我都可以忍受。
不过咱们还是要言归正传，说一下 DT270在音色方面有没有什么不足的地方。我认为最主要的还是在高频方面。高频方面，咱们用一句俗话来形容，那就是亮而不刺。在我听来 ，DT270 Pro 的高频是一种温和自然、娓娓道来的高频。如果说我们跟铁三角的 M50X 去对比一下的话，会明显的感觉到在高频的亮度方面是不及 M50X 那般明亮的。但是 DT270 Pro 的高频会表现得更加的柔和，更加的自然。如果说您是一个器乐爱好者，比如说您听钢琴或者说听古筝的话，那么在还原这种乐器的时候，这个高频质感多多少少会显得有一些不够。不过这一点也不是完全就没有办法了。首先就是尾巴上面了，前面咱们说过，这个转接线不会拖后腿，但是它也没有说强到哪去。所以如果说您手头有一个更好的尾巴，或者说播放器，那么高频的质感还有声音的空间感都可以得到一个显著的提升。此外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换线，这里我不做任何的推荐。前面咱们说了 4.4 虽然换起来有点麻烦，但是 3.5 其实换起来不麻烦。市面上的 3.5 到 3.5 的对路线只需要插头可以插入这个母座，那它就可以工作。单边母座的定义这方面没有什么问题，我认为这些都是可行的方式啊。因为这款耳机的单元素质是不弱的，关键还是看您希望将这款耳机发挥到一个什么样的高度。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材料的，这个材料就是略显一些塑料感吧。我们摸在手上啊，或者说戴在头上，都会有一些这个感觉。但是在899的面前，我认为这个塑料感没什么塑料感呀。有塑料感吗？我没看到，一点塑料感都没有，好不好？这个质感又轻又舒服，摸着还毛茸茸的这个触感，完全没有什么塑料感，没有的，完全没有，完全不存在。其实这款耳机上市之后，也有私底下跟老板说过，就是咱们这个千把块钱其他品牌的头戴式耳机啊，要不就少进一点货，因为在 DT270 Pro 面前啊，其他品牌的产品可能讨不到什么好了。我分析过这款耳机的受众群体啊，结论就是这款耳机适合90%以上的朋友。比如说您是刚入门的玩家，希望寻找一款3频健康、声音没有太多染色的耳机，那这个时候 DT270 毫无疑问是非常适合的。如果说屏幕前的您是2000几年那时候开始玩耳机，想必还记得一个型号叫做 DT231 以及后面的 DT235，再配合一个 AKG 的 K66。这几款耳机对于我个人而言就是 HiFi 的一个启蒙了。我到现在还记得那个231以及 K66 都是在咱们原生态买的，是2008年的时候。或者说您是一个录音师，需要有一个耳机放在您的包里面以备不时之需，那这个时候 DT270 Pro 也是非常适合的，并且它还可以在闲暇之余去听一听音乐。因为市面上有一些价格高的监听耳机用来听音乐的话，就不是特别的好吧。而 DT270 Pro 我认为是可以兼顾到混音以及音乐欣赏这2个维度的。再比如说您是一个发烧级玩家，您已经手持了 SP4000加孟菲斯托，那么在这个时候 DT270 Pro 有没有使用价值呢？我的答案是依然有，因为我自己就算半个这种例子嘛，我自己是 HS2000 Mark 3孟菲斯托加 SP3000。但是就像咱们一开始说的，就是耳塞听久了啊，总归是想着换一换口味的，就是去接触一下新的声音。那这个时候 DT270 Pro 我认为就非常的适合了。所以从使用上来说， DT270 Pro 是可以给我们长期听耳塞的朋友带来一些不一样的听觉感受的。所以 DT270 Pro 我认为真的是一款老少皆宜的头戴式耳机产品。无论您是学生党，在宿舍里面不希望开放式的耳机漏音，或者说是日常通勤希望有一个头戴包耳式耳机，方便在路上听听音乐，再或者您是一个专业人士，希望有这么一款素质在线、听感优秀的耳机，可以带着全国各地到处跑，我认为 DT270 Pro 都非常的适合。好了，那关于这款 DT270 Pro 的分享，咱们就做到这里了。最后再次感慨一下，在目前这个不管是耳塞还是头戴啊，价格动不动几万块钱，6、7万、7、8万，大家都已经见怪不怪了。在这么一个有一点点奇怪的市场里面吧，拜耳用这么一款899块钱的耳机告诉大家，耳机有的时候不需要这么贵，899一样可以体验到好的音质。这款耳机在咱们原生态的上海门店已经提供了样机试听了，您如果有兴趣的话，不妨带上您的小尾巴来试一下。好了，最后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我是小甘，咱们下期再见。